那今天9系上线能力测试是蔚来乐道旗舰车型 L9。上线能力是什么啊？不是为了现学的某项技能啊，它是如何像人一样长大并理解世界，它是一种逐渐进化的能力。啊，前方我们其实摆了5、6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气球啊，大概1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气球，看它会不会采取行动啊？快到了。那实际上，在临近气球的时候，能感觉到轻微的制动啊，这说明系统将气球呢识别为轻质物体。那如果是刚性物体，会进行紧急制动。那系统做出了正确的物理常识推理。前方呢又有一个模拟施工的工作人员，看看他们能不能识别施工人员的这个手势，能不能及时的这个停下来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是直接就过去了。我们第2次开始，没有要停的意思，没有要停的意思，没有，他直接绕行过去了。第3次呢，我们让工作人员把停止的这个标识靠中间一点，这个，他识别到人了，识别到桩桶了，但是他没有要停的意思，丝毫没有。有，成功检测到了人和锥桶啊，说明基础感知正常。但是这个工人手持的标识呢，是属于长尾的场景，那并没有能够进行语义分类，无法区隔开行人和施工人员角色的这种权威性。好，我们再开始模拟这种小路这种施工的这种情况之下，道路进行收窄，能不能通过？企业道已经识别到桩桶了，它做了一些修正，其实很明显做了一个 S 型的这种到时候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，不过它绕的不是很舒服，不过还是过了，没问题。领航已退出。那椰子 2.1 这个版本呢，虽然说叫端到端，那实际上不具备端到端的能力，那这是行业技术术语。辅助驾驶未启动，车道斜前方要掉头了，辅助驾驶无法通过。我们实际测试呢，不具备任何车位到车位能力的，所以说在地库无法启动，所以接下来的语义识别呢是无法测试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极窄空间测试。第一个我们来到的地方呢是王府世纪停车场。说明一下，王府世纪停车场也是无法启动的状态。辅助驾驶未启动，车道斜前方要左转了，辅助驾驶无法通过。乐道是不具备车位到车位掉头通过 ETC 的功能的，只能是放弃。舞动的前段稍微宽敞一些，不过前段呢有很多人，但这个辅助驾驶也是慢慢这个跟随前进当中，给他一点信心吧。请放置方向盘。没办法，还是得接过。领航开始。稍微宽敞一点了，人少一点了，它速度还是可以起来。右侧有人，我们说他怎么不过去？有，这个地方是过不去了。这个地方他跟后视镜的撞上了，他没把后视镜的这个距离给算出来。这个小朋友让他过来。你看我们的传感器其实一直在报警，又博弈了，不灵了，再给他一脚油啊！还在慢慢的推，也在慢慢的入行。好嘞。他对这种多角度多人的情况之下，他会去对这个行人的轨迹进行预判，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陷入静止博弈。这个其实还好啊，那只能再给他加点油了，踩一下。这个人少点了，他速度就起来了。其实要是没有那么多人的话，他通过起来可能还是难度不是特别大。人一多他就博弈，没办法，
只要多角度的，它就会博弈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几乎是擦着过去了。哎呦，这里搞不定了吗？搞不定，这把搞不定了，我必须得接管。这里必须得接管，这里比较窄。好，这是全场最难的一个点，没错。辅助驾驶未启动，领航开始。好，这个地方它没有办法，这地方确实是极窄，它直接就停止了。这个是全场最难的一个点。领航已退出。我来接管一下，看看它能不能行。领航开始。没办法，它直接静止，太过于窄了。你看我们的报警器就知道了，就没停过。这个难度不算太大，又静止了。有这一段处理的不错啊。哪里成为了它的干扰点，静止了啊？那我给它一点油吧，还是静止。再给它一点。哟，他怎么了？他又停止了。哎，他往自车干扰呀。哎，他往自行车上靠，干扰一下。卡住了啊！车道巡航已退出。但是还是可以过的。但有时候有人的时候就有点没有办法拿捏这个行人的这个轨迹，对它其实对静态的这个识别，它还是可以的。到达北京南锣鼓巷，车道巡航已退出。总结一下啊，胡同是特别容易静止博弈的，主要出现在这种极限的空间，或者说呢是多方向都有人的时候，系统无法判定行人的轨迹，此时呢就会定住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后一项环岛通行测试。这条线路呢，除了环岛河流，还有一个难点是潮汐车道。我们来看看 L90 会怎么应对。现在我们是从朝阳门往杨扎环岛了，因为这会儿是4点多，正好是晚高峰快开始了。你看，在河流的这种情况之下，其实很保守，非常的保守，基本上没有行进，勉勉强强吧，也算是过来了。好，出环岛了，出环岛。这是朝阳门的这样的一个环岛，其实这个难度啊，不是特别大。接着走，好，我们现在慈云寺的桥下，慈云寺的桥下是一个小型的环岛，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小摩托，还有行人什么的，通过是能通过，但不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一个状态。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它就变成限速30了，我给它调一下了。其实我什么也没操作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，这个现在是5点整，因为其实这个公交车道了，理论是全天不让走的。你看他又要闯公交车道。把它掰回来，我们来看，他就这样闯，又要闯公交车道，闯公交车道，给它掰回来，给它掰回来，给它掰回来，闯公交车道，闯公交车道，无语了。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市的核心区主干道啊，但是在公交车道这块是反反复复闯入到了已经识别到的公交车道。这不是高精地图的问题，也不是感知路线的问题，而是典型的语义决策断层。系统知道这是公交车道，但是不知道此时不能进入。那根本原因在于是动态交通规则的推力引擎，包括决策策略中的合规性权重过低的问题。前面就是杨扎环岛了，这一块
看车流量非常大，堵满了车了，非常混乱的一个交通状况了。我们有看到这个，实际上他一直在思考去寻找一个比较优解的这个路线。他又在缓慢的移动，啊，他有看到前方有在动之后，他也在缓慢的移动。呀，我的天！过是过了，也到达我们设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了。经过8项的上限能力测试啊，其实和我们的预期的结果是一样的，不太好啊。那最终呢，蔚来乐道 L90的得分是13分。那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蔚来是最早选择世界大模型，那这是天赋最高的技术路线了。那硬件方面，即便是3年前的2.0平台算力，仍然是业界顶级。那武装到牙齿的配置也说明了蔚来的野心呢。但目标和现状脱节，通往终点总是歧路。实际体验也印证了蔚来不在第一梯队，甚至不在队伍里。那蔚来集团显然对目前的进展是不太满意的，也定下了目标是通过几个版本重新回到主流视线。最后我们留下一个疑问啊：蔚来用满血方案，乐道用减脂版，真有必要？